你敢相信这是凯迪拉克的驾驶座吗？可千万别小看这个板凳，它可是让老爷子融入村口老太太的利器。不过现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身上的老腰实在是受不了这个硬板凳，所以就想找自由车厂进行翻新。老爷子是个很有想法的人，他让金哥把车子底盘降低做成低趴，然后改变轮胎舱风格，把线条延长到后面，同时为了车子更加炫酷，他提出在引擎盖上融入科迈罗的元素，上面增加一对进气孔，让车子更有攻击性。车身的颜色选择深沉酒红色，上面的饰条用黄铜材质，这样一套操作下来，肯定能让老爷子成为村里最靓的仔。正当他沉醉在自己的设想中时，金哥却提出了反对意见。他觉得铜饰条的效果不如镀铬条，这两种材质听起来没啥差别，但最后的效果能相差10万8千里。不过看着老爷子这么坚持自己的想法，金哥只能表面上答应下来。送走客户后，他回到办公室画图。车子在纸上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明显，看起来和原车没什么区别，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让客户满意。另一边，员工们开始拆车，他们要把车身的部件都拆掉，然后送去喷砂，把车上的漆清理干净后，就能把所有的问题暴露出来。趁着这个功夫，凯文从仓库里运来了一个新底盘，大家先进行简单的组装。对于这种老车来说，基本上不可能找得到原装底盘，所以到时候还需要对其进行调整。此时凯迪拉克的车身也运了回来，果然如凯文设想的一样，上面的锈蚀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涉及到的范围很广，基本每个面板上都存在一些锈点，这给车厂增加了很多工作量。在动手修复车子之前，员工先给车身进行心电镀，这样能保证外表金属不被锈蚀。就当大家要进行下一步时，车厂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他开的车绝对可以说是男人的最爱。有一辆这么帅的科迈罗，你会去干什么？在开车时是不是生怕他被剐蹭？而车主却偏偏反着来，他开这辆车去越野，结果碰到了石头，直接把前保险杠给撞裂了。虽然这不是金哥的车，但是他仍然很心疼。打开发动机盖，初步检查后发现里面还是完好无损的，只需要对保险杠进行修复。员工把受损的前端拆掉，然后除去上面的喷漆，进行打磨后贴上玻璃纤维，在上面涂上一层树脂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复加固。由于上面的裂缝不大，所以很快就填补好了。接下来就要开始喷漆。金哥拿出珍藏的小胶带，在上面确定喷漆范围，再用塑料布挡住多余的地方，先给上面来一层黑漆。同时为了让车子看起来更加动感，他又用胶带贴出新的范围，用橙色的漆喷出一个线条。完成后，员工们进行组装，这辆炫酷的科迈罗就完成了。金哥特地把客户约到了赛道上，就是为了试一下这辆车的性能。只见车子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在赛道上飞驰，车内的金哥激动得像一个孩子。这辆车修复完成后，大家开始翻新那辆凯迪拉克。由于底盘和车身的尺寸不符，所以需要进行一些小改动。要知道车壳只有一个，切错的话麻烦可就大了。所以为了得到准确的切割位置，员工们甚至用上了铅锤，在相应的地方贴上胶带，然后英俊慎重地拿着切割机开始工作，把原本底盘的钢板完整地拿了下来。随着车身的缓缓下降，两部分完美结合，这一步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。不过做完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接下来要改造引擎盖。根据客户之前的要求，上面要和科迈罗一样有一对对称的进气口，但是这辆凯迪拉克并没有相关的功能，员工只好对气箱进行改造，把进气管道进行切割重组，用铁片进行焊接，把进气口改到上面，然后用新的数据在引擎盖上切了2个方形孔，开合2次后尺寸完全合适。你绝对不敢相信这是一辆凯迪拉克，现在它只完成了一半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处理。上次的进气口切好后，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加美观，员工要制作一对金属固定框。他先用钢板切出对应形状，然后把它夹在2个木板中间，用铆钉枪对边缘进行捶打，做出一圈的凹陷。完成后放到引擎盖上比对，看起来非常合适。接着大家对其他部位进行钣金处理，其中最困难的后置物隔板，这个隔板要有适当的凹陷，才能和车身无缝衔接。完成后，小哥直接焊接了上去，这焊接技术让一旁的英俊赞不绝口，看起来非常的牢固。车身大体部位处理完成后，金哥就过来发挥创意了，他要对车轮舱进行改进，用随身携带的胶带在上面贴出一个线条，把线条之下全部切掉。收到金哥的指示后，员工把翼子板拿下来，按照他的要求切掉了多余的部分。不过这还没完，还得修饰一下翼子板的边缘，把最外边的一层向内翻折，先用机器敲出折痕，然后再用锤子一点一点的加固。完成后，他把翼子板装上去，这个效果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认为还不如没切之前的。接着他们开始进行细节处理，翼子板经过修改后，原本的装饰条尺寸已经不够了。为了完善车子的结构，英俊打算用一根金属条做包边，考虑到上面是一处弧形，所以他在金属棍上标记了很多数字，和车身对比后进行冲压弯曲，最终做出了尺寸合适的装饰条。装上去后效果很好，过来检查进度的金哥很满意，激动地说今晚吃饭时要给他加鸡腿。
现在车身硬件基本已经处理结束，金哥叫来客户查看进度。看着眼前的硬核金属凯迪拉克，客户非常的满意。这辆车的车身很长，而且底盘非常低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定制车。完成后开回村里，肯定能吸引不少老太太。点个关注，明天晚上9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